今天这一期我们换个口味。同样80年代末期，日本泡沫时代更像一种社会性的集体醉态，但它不一样，它更像一场随时会翻桌的牌局，充满了市井的勇、枭雄的胆，它更像一个江湖，金融的江湖、人性的江湖，更是小人物的英雄地。那个时代才是我记忆中的香港，因为只要你有胆，全世界都是你的。这种赤裸裸的生存博弈，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入场券。这里是 CinBeats， 我是恶童，欢迎来到江湖系列。今天我们老规矩，没有宏大叙事，只讲5样藏在香港日常生活里的东西。但这5样东西体现了那个时代香港人的翻身野心。70年代到80年代前后，香港也被广泛称为亚洲4小龙之一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拨回到那个年代。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人，你的一天是被野心填满。早上在茶餐厅摊开马经仔细研究，那是你的概率手册；下午你按着手里的机仔，上面跳动的数字就是你的心旅图；晚上你在电视里看完《欢乐今宵》，换上小马哥的长风衣，叫上几个朋友去了尖东谈生意。谈完之后，你挽起袖子，手上露出刚买的16233，大喊着跟满母翻 OK。那个时代大家都不信命，只相信博弈。80年代的香港每天都有新的电影在开机，整个影坛也堪称神仙打架，而股票交易大堂是比电影还有戏的地方。报价黑板是那个年代人生的翻盘机器，大批穿着红背心的出事代表在场内挂黑板写价格接电话。后来的港剧《大时代》又把生生生不要怕，只是技术性调整，这些台词都刻进了所有人的记忆里。香港的那些老行尊回头看，觉得那时候充满了人性、命运、混乱和英雄气。当时各个交易所用黑板来记录买卖，民众打电话到场内让出事员来买卖股票。出事员穿着红背心，所以被称为红衫仔，背心上印着数字编码，用来区分不同的交易所。86年，如果你当红衫仔，是会被全街坊羡慕的，大家都会请你吃饭，因为你就是离黄金最近的人。后来一个液晶小机器的出现，它就变成了普通人寻找黄金的命根子。80年，香港联交所成立，准备把分散的4家交易所全部整合。民间感觉金融化要开始了，这节奏要爆啊！如果没有87年华尔街的瞎操作，的确如此。所以热钱也都开始往里冲。80年恒指冲上了1470点，接下来83年实行联汇制，把党员固定在7.8对1美元。所以84年、85年、86年连续3年大涨，而且86年是香港股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。首先是前面讲的4所合一，联交所开业，搬进了中环交易广场。交易大堂里一度有超过1200名场内交易员喊价、奔跑、举手、打电话，整个场面就像武林大会。恒指也兴奋地冲上了2568的高点，并推出了恒指期货。当时整个总市值达到了4200亿港元，一个现代化、集中化、有衍生品杠杆的金融市场出现了。但问题来了，香港民间股神团落后啊，因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还没有互联网和手机 App， 普通人看股价有3个方法：去交易所看大板、电台广播或者看报纸。在蓝方园和各大宾室里有专门为股民准备的收音机和报纸。股市虽然狂热，但普通人看盘还是很痛苦的。交易大厅的报价热线也经常打不进去，江湖博弈嘛，讲的就是快人一步。所以在80年代末期的狂热里，一个发明诞生了：鸡仔。你想象下，餐厅里最有画面感的是什么？不是奶茶，不是菠萝油，是鸡仔轻轻一响，整张桌子立刻安静下来。下一秒就有人皱眉，有人立刻找电话，有人嘴里只吐出一个字：耶。香港早期的寻呼机本来是找人或者留信息的call机，但香港的商人们发现能传文字，为什么就不能传股价呢？ ABC 嘉讯最早在1971年就做了call机服务，还有李嘉诚的和记电讯，他们到了1984年已经把外汇和黄金报价都送进了机载里。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，专门针对股民开发了多功能机，当时用的技术据说可以绕过拥挤的通讯渠道给你推送实时数据，所以这一台机载非常贵，要3-4千港币一台，每个月还要交几百块的月租费。那时候香港普通人月薪也就几千块，但如果买中1只股就能翻几倍，那这一点钱又算什么呢？以前看市要去经纪行、交易所或者守着收音机和报纸，有了机载，计程车司机、餐厅服务生、地产经纪、小老板、俱乐部谈生意的人都可以低头看一眼行情。你坐车看、吃饭看、等人看，连上厕所也看。机载让整个香港出现了一种很独特的神经质，人人都觉得自己离发达只差一条消息、一组号码和一次跳绳。它的确是快人一步，但它也制造
造了一种随时随地的焦虑。这个小盒子让大家第一次实现了24小时不收市的幻觉，只要机仔一响，你的心跳就会跟着那个数字一起共振。它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交易江湖。如果说鸡仔是男人在金融江湖里的武器，那么港姐就是那个时代全港女性手里最强杠杆。咩話？豬欄啊，攞嚟裝豬嘅地方。哦，佢要喺嗰度顧住個豬欄。坐監就要顧住個豬欄。很多人以為港姐是 TVB 發明，其實不是。香港小姐最早可以追溯到1946年，首屆是在北角的歷史俱樂部辦。1973年，邵老闆的 TVB 正式接手港姐選拔，從那天起，港姐就不再是單純的審美了，它變成了一門精準的美麗和智慧並重的生意。港姐在80年代、90年代進入了巔峰狀態，那時候的選拔不是冠亞軍必成超級明星這麼簡單了，它是一張進入香港名利場的門票。同時，作為邵氏的旗艦節目，商業價值也非常之高。港姐的選拔是替整個香港娛樂工業做海選，對於電視台來說也是一門非常好的生意，因為前面是晚會收視、贊助、廣告，後面是簽約、拍戲、主持、代言，一條龍打包，而這些都撐起了 TVB 的財報。在為期幾個月的綜藝裡，贊助商是六福珠寶和頂級護膚品。根據當年的商業數據，80年代中後期，港姐決賽那一版全香港的收視率經常能衝破到35點和40點，就算到了2025年，電視收視份額依舊達到了79%。那個時代決賽之夜，全港500多萬的人口裡，將近300萬到400萬的人都盯着電視屏幕，這屬於最早的全程流量大收割。甚至有1992年港姐決賽收視100%的這個流傳說法，那屆是四大天王同台做嘉賓演出。1983年港姐冠軍是楊雪怡，但後來真正改寫華語影史的是亞軍張曼玉。在那之前，她還在百貨公司做過售貨員。這裡有個趣聞，當年賣家黃百鳴和徐克的新藝城在給新電影選角的時候，覺得張曼玉不行，就把她給退了。沒想到張曼玉轉頭就去參加港姐，還拿了個亞軍。到了1985年，冠軍是謝寧，她後來在 TVB 古裝劇裡非常有存在感。她是廣東梅縣人，也是第一位內地出身的香港選美冠軍。到了1987年，這一屆就厲害了，被形容史上最高素質的一屆。當年冠軍是楊寶琳，亞軍李美鳳，競爭異常激烈。當時邱淑貞和關秀梅都參加了，後來邱淑貞因為一些原因自己退賽了。到了1988年，港姐迎來了她的巔峰符號李嘉欣。那一年的媒體評價她是美的石破天驚。這一屆幾乎是港姐神話的巔峰樣本。李嘉欣不僅是比賽冠軍，更是後來大眾心裡的最美港姐核心代表人物之一。她的出現把港姐的商業價值推向了極致。接着是1989年的冠軍是陳法蓉，1990年冠軍是袁詠儀，1991年冠軍是郭愛民，季軍是蔡少芬。尤其是91年這一屆，郭愛民當時作為南加州大學的機械工程碩士奪冠，成了高學歷港姐的代表之一。那是港姐歷史上的估值調整，她開始告訴全香港，港姐是美貌和智慧並重的定位，精準匹配了香港當時向國際金融中心轉型的高級審美。當年的港姐不僅是影壇的儲備軍，更是豪門擴容的儲備庫。這種身價倍增的狂熱和雞仔裡的數字跳動，他們共同構成了80年代香港那種只要你敢入場，命運就可能極限反轉的底色。如果說雞仔是入場券，港姐是名利場，那麼接下來這個地方就是80年代香港慾望和財富的夜之城——尖東大富豪們。這是全亞洲最高級的非正式商務中心，也是把國際貿易、服務業和香港面子壓縮出來的一座夜間會客廳。80年代初，尖沙咀東部還是一片荒地，隨着金融業起飛，這裡的地價、霓虹燈瘋狂生長。尖東的位置又特別好，離當年的啟德機場很近，當時有商廈、酒店和俱樂部都屬於一條龍服務。海外商人下機以後，10分鐘就能到尖東談生意、吃飯、續攤。早期這些尖東俱樂部定位都來自銀座的日式俱樂部，但完全不同的是，他們是動輒佔地幾千坪、裝修數千萬的大型宮殿。最傳奇的肯定是大富豪。官方記錄，1984年大富豪開業，面積超過5萬平方尺，差不多是4600多平方米。最高峰的時候有幾千名員工，它不是普通的休閒場所，是尖東夜經濟的旗艦大工程。據說老闆花了過億的裝修費，其中最著名的商業符號就是那輛在室內開的黃金勞斯萊斯。這輛車不是因為空間太大給代步用，而是為了那些在股市裡、房市裡紅了眼的人提供一種帝王般的心理溢價。80年代，人頭馬、軒尼詩這些品牌在香港的銷量一度佔到了全球產量的驚人比例，一瓶 XO 在那時候賣幾千塊，相當於普通文員1個月的工資。但對於那些剛剛在交易廣場賺了幾手大行情的老闆們來說，在尖東開瓶 XO 就像開礦泉水一樣自然，因為在那個江湖裡，豪爽就是最好的背書。很多幾千萬的交易合同並不發生在中環的寫字樓，而是發生在尖東
东的真皮沙发上。大富豪的本质是在销售一种情绪价值杠杆。当年那么多电影人、老板、经纪跑业务的，晚上都会往尖东跑，因为那里是香港最原始的夜间秩序。对于那些压力大到爆表的金融精英、各个创业者来说，这里是唯一的压力释放之地。根据香槟大厦的老街坊说，80年代最流行的电视综艺就是《欢乐今宵》。《欢乐今宵》里有什么，大富豪就有什么。从游戏环节到菲律宾乐队，再到嘉宾的盛装出席，把电视里的那种繁华、沉浸感的都搬到了现实里去。那个时代的尖东是阶层感最强的地方，也是香港商业江湖最直白的写照。权力和金钱必须通过最张扬的方式展现出来，那才算真正拥有过。如果说在尖东挥霍是为了面子，那在80年代的香港，你还需要一件东西来撑起你的里子。那个时代街头最奇特的景色不是写字楼，是密集的金铺。1980年初，金价冲到了历史高点，每盎司850美元。全港金铺的销售额在那个10年里翻了几番。80年代，香港是全球人均黄金消费最高地区之一。1987年，香港的珠宝贸易就超过了50亿港币。所以霓虹灯一亮，金铺柜台里面就会出现一排排龙凤镯、金链、金猪牌、足金摆件。这套生意到今天为止都很能打。但如果说金铺卖的是黄金，那金捞就是时间里的黄金，更地道一点叫金捞，还有蓝捞、南捞，这也是香港人自己创造的一套谐音梗和民间金融语言。如果你在股市里刚赚到第一桶金，你的目标一定是这款尖金带。当时老一辈叫它金银润 Digest 16233，因为纯金捞太贵，钢捞又太普通，尖金最实在。这种金银润是老一辈的选择，有香港人的务实，也够体面，又没那么夸张。但如果你是顶级玩家，那你手上戴的一定是劳力士的 Day-Day， 这是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金捞，也叫总统表，全金的表壳，全金的总统带、炮仗带。80年代中期，一块全金的18038在香港售价大概在6万到8万港币之间。到了88年前后，新一代的18238开始接棒，全链大概114克18斤，这一款够显眼、够保值又够身份。很多人到今天依旧把它当成最典型的金捞。最有江湖味的是这一款全金的 Sub 和剑金 Sub 的运动款。按历史估价来算，80年代钢 Sub 16800那款大概2万7港币，尖金运动款16613当时要到7万2000港币上下。金捞因为含金量高，加上机芯工艺稳定，成了全港公认的移动支票。80年代的香港有一个共识，即便现在的绿水鬼、迪通拿、溢价商天，钢表在当时也只被认为是玩具。逻辑很简单，落难的时候黄金是按克算钱的，所以表带必须全金，甚至连表盘里的刻度都要镶钻，这就是著名的大包钻。高流动性和保值率才是香港人认可的唯一真理。当时香港钟表出口到了70年代增长了8倍，到了90年代初，香港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手表出口地，供应了全球将近70%的手表出货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金捞变成全民财富符号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。最后一样东西最廉价、最草根，但也承载了那个时代香港最庞大的概率幻觉，这就是马金。在80年代的香港，这份报纸就是市井阶层的概率手册。香港赛马会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商业模式，它是一个承载了全港流量博弈的巨头，更是至今为止全港最大的纳税实体。80年代的赛事成交规模每年都以惊人速度暴涨，到了1990年，成交总额突破了上百亿港元。这些钱通过税收和慈善变成了香港的医院、学校和基建。对于当时的计程车司机、建筑工人和茶餐厅服务员来说，马金就是他们的研报。每天早上，全港几百家报摊卖的最火的一定是晨报和马金。你别看那些老街坊在茶餐厅里不修边幅，当他们摊开马金的时候，拿着笔划线看晨操、研究血统时，那种专注程度和专注力和中环写字楼里的精算师没有什么区别。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民间财富概率学，也是最早的大数据分析。1984年，马照跑，舞照跳这6个字成了给香港人的定心丸，因为只要厂子还在开，只要马金还在印，香港人就觉得眼光和胆量这个江湖规则没有变。所以大家发现没有，这5样东西本质其实都是杠杆，他们是香港人在那个商业江湖里用来对抗宿命的工具。大家不谈情怀，只谈博弈，不谈以后，只谈当下。但这种赤裸鲜活的物欲感虽然粗糙，但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，它推着那一代人疯狂地向前奔跑，跑出了亚洲4小龙的神话，也跑出了那个即便充满混乱但依旧让人动容的黄金时代。我是鄂彤，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